为什么中国人总是难以合作？为什么我们把忍让当作美德，却对自己的权利视而不见？为什么我们对权利和法治的观念总是那么淡薄？为什么我们这个民族几千年来总是在一个圈子里打转？在今天的读书分享中，有以上问题的答案。今天我们读到的是正视自己的丑陋面这个章节。我们一起直面自己的丑陋面，揭开那些我们不愿意承认的劣根性。只有直面问题，才能找到解决之道。想听更多的内容，可以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。读完这本书之后，我还会就解读中国文化这个专题，去分享更多相关的书籍。我们共同查杀掉自己头脑中的中国文化病毒，在个体精神层面做到文化出埃及，早日跃迁到现代文明的状态。让我们开始吧。正视自己的丑陋面。博洋先生于1984年8月访问美国，在纽约逗留期间，于11月12日在现任北美日报总编辑余国基先生寓所，与中国之春杂志编辑林乔清、李兆钦、黄世忠及中国民联主席王炳章先生进行了长时间的热烈谈话。博洋先生在谈话中着重谈了中国人的丑陋面及劣根性。他说，他走到哪里都要讲这个问题，以唤起中华民族对自身的反省。他认为反省是走向进步的开始。编辑部根据录音对谈话进行了整理。中国之春，我知道您十分关心中国人的苦难，是不是在这方面告诉我们一些您的看法？博洋，你要看中国历史5000年历史中有几天是好日子？我们当然可以情绪化地高声呐喊，我们很快乐，我们没有一天不快乐。但是如果仔细看古人歌颂的汉王朝、唐王朝是怎样记载，就知道我们中国人的命运早就如此悲惨，不断发生改朝换代的战争，不断遭遇到平井时代的屠杀，好不容易迈过这两关，朝代稳定时，又有倾盆大雨般的暴君和贪官污吏对人们百般虐待。中国之春，这是过去的事了，现在您的感受是什么？博洋，我小时候亲眼看到国民党精彩的一面，那种热情澎湃和充满新希望的情况。我是河南人，国民党北伐到我家乡时，连乡下的农夫都身不由主地产生敬仰、崇拜的心理。但是后来希望化成了泡影，你说有什么办法？共产党建国时，你们都还小吧？中国之春，我们大都在共产党建国前后出生的。博洋，那时我已30岁，所以至少比你们大30岁。中国之春，您是哪年离开大陆的？博洋，我是1949年，所以比你们多了30年的经历。我亲眼看到共产党同样了不起的蓬勃的一面。当时人人都认为共产党是中国的救星，但是没有想到坏起来更可怕。大家都说共产党在晚年的毛泽东手中堕落了，但我想问题恐怕不那么简单。我一直在想，所有这些毛病究竟出在哪里？中国之春，经您提醒，我们似乎听到了中国人的哭声。博洋，若干年前，我在洛杉矶有一次讲演，有人问我，你是否以当一个中国人为荣？我脱口而出说，我不以当一个中国人为荣，请您告诉我，中国人的荣耀在哪里？是我们的国家强，是我们的文明高，是我们民族对人类整个文化有建设性的贡献，是我们的音乐、绘画、文学出类拔萃。我们到底有什么？请随便讲出一个。我们国家有而其他国家没有，或是我们可以和其他国家同享的荣耀，举得出来吗？中国之春，我们中华民族有5000年悠久文化，对世界也有贡献吗？博洋，当然我们有贡献，但只是过去有贡献，至少最近500年来，真不知道中国人有什么伟大贡献。500年来，我们的文化产物却是专制、廷杖、内斗和奴性的养成。中国之春，不是很多外国人崇拜孔老夫子吗？博洋，中国人崇拜释迦牟尼的更多，崇拜耶稣的更多，现在还有很多人崇拜马克思，崇拜林肯。中国之春，您认为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？博洋，杨大人去了一趟台北、北京，就被形容为崇拜中国文化。可是有这么多中国人，
跑到美国不肯回去，以当美国人为荣，是谁崇拜谁的文化？中国之春，您觉得哪个民族对全人类的贡献最大？博洋，我认为是盎格鲁撒克逊。第一，他们创立了议会政治制度，现在哪个国家不效法？第二，他们创立了陪审团制度，使司法走上清明。凡是英国的属地获得独立之后，都用英国遗留下来的法治。英国一小撮人控制了那么多的殖民地，就靠他的法治。你说这个民族是不是有贡献？你说我们中华民族在最近500年来贡献出了什么？你说中国人有美德，请问中国人的美德在哪里？都在书上。中国人呈现出的特征是粗野、恶毒、不诚实、心胸狭窄。中国之春，中国人有句话说，不要以最坏的想法去猜测别人，但是实践上偏偏以最坏的想法去猜测别人。我们应该透视自己，认识自己民族的问题。博洋，中国人最大的问题是好话都是输出给别人用的，自己绝不沾染。中国之春，所以这是文化方面的原因。博洋，是的，你们从大陆出来，对共产党不满意，搞起了民主运动。我想这不应该是为了自己的利益，如果是为你们自己的利益，回国起码有饭可吃，尤其你们留美回去更有饭吃，不但有饭吃，而且饭碗还会特别大。我们这些在台湾争取人权、法治、自由、民主的人，还不是为了同一个理想？我18岁就加入国民党，如果乖乖听话，现在起码可以有个小官可做。但是为了这个理想，不但小官没做成，倒弄进牢房里去了。因此我想，为什么我们追求的一直追求不到？政权不好要他改革，他不改革怎么办？只好革命，只有这条路可走。可是革不成功，头就革掉，革成功了，你又和他一样。中国之春，博洋先生，你说你是国民党，可是国民党却开除了你。博洋，人的心路历程在不停地变。抗战初期，我曾参加战时工作干部训练，我们那时年轻，只知道国，不知道党。如果没有国，哪有党？流行的所谓党国，实在是天下最大的荒谬。我从小对蒋介石忠心耿耿，后来他把国家治理成那个样子，使人痛心。但是我想他是身不由己，他何尝不愿意国家好？他何尝不愿意民族好？毛泽东也是一样，他何尝不愿意国家好？他何尝不愿意民族好？是什么原因使他们身不由己？我想应该是在中国文化中探本求源。中国之春，您是否做了这方面的探本求源工作？博洋，做了一些。目前美国有什么，中国立刻也有什么。你有宪法，我也有宪法，但是中国的宪法好像戏院门口的海报，谁上一次台就变一次宪法，那又何必宪法？又如何使人相信宪法？这就跟我们的文化有关系。中国古时候的故事说，淮河之南的橘子拿到淮河之北就成了质子。我们的文化就是淮河之北的文化，遇淮而治，好像是一个美国苹果，只要搬到中国就立刻变成了干屎蕨。酱缸的侵蚀力很强，我们在美国留学，学会了了解此地的文化和政治制度。当你们把这些带回国之后，恐怕只要短短几年时间，它就会被湮灭。中国之春，所以您说中国文化是个酱缸。台湾的孙观汉先生写过几本书，他也是在抨击您所指的酱缸文化。请问您所指的酱缸文化以及您所说的民族劣根性是否是同一个东西，是否是同一个问题？博洋，我先要有个声明，我不是学院派，关于定义这东西无法给予精密的说明。我想写一本书叫《丑陋的中国人》，到现在还没有写的原因是没有时间。但我受到《丑陋的美国人》、《丑陋的日本人》两书的影响，这些书都是作者对自己国家里丑陋面的一种感触、一种观察、一种检讨，不是纯学术性的一种分析。我也听过许多专家谈到民族性的问题，实在是术语太多，行话太多，而不是我原本的想法。但是我可以笼统地说，中国人的质量并不坏，
例如在美国，学校考第一名的很多都是华人，显示中国人智商并不低，而这种智商在单枪匹马时尤其显著，可是3个智商加在一起就起了很大的变化，互相抵消。这就是中国的文化问题。酱缸可以消灭智商，至于酱缸如何形成，我认为形成原因并不很重要，因为到目前为止，我还不敢肯定到底出于哪一个因素，但就我个人认为，可能是受儒家思想影响所致。儒家思想从定于一尊以后，经过100多年，到了东汉，成了一个模式。那个时候规定，凡是知识分子，不论他的思想、讲学、辩论，都不可以超过10成。学生只可围绕着老师所说的话团团转，如果讲的太多，超过老师，那就无效，而且有罪。不过汉王朝时的罪并不严重，但是到了明王朝、清王朝，如果官方规定用朱熹的话解释，绝不可用王阳明的话解释，根本不允许知识分子思考，他们已经完全替你思考好了。时间一久，知识分子的思考能力衰退，由于没有思考能力，所以也没有想象能力，由于没有想象能力，所以也没有鉴赏能力。中国之春，德国纳粹时代，希特勒对人民说，你们什么都不必想了，元首一切都为你们想好了。现在则是共产党宣称，党考虑的比大家都要周到。博洋，这是典型的法西斯专制、封建愚民政策。专制封建头子都坚持一种想法，他比任何人都聪明。有思考能力的奴隶是危险的，任何专制封建头子都不准许有思考能力的人存在。中国之春，回顾中国历来统治者的政策，很多都是愚民政策。博洋，可是思考力、想象力是创造发明的源泉，没有这种能力，便无法发明创造，甚至时间一久，连模仿力也会跟着衰退，因为模仿力中多少也要有一点创造发明能力。中国之春，到底是中国的文化造成了这样的民族性呢，还是中国民族性造成了这样的文化？或两者是孪生兄弟？博洋，你这问题太大，我想这是鸡生蛋，蛋生鸡问题。中国之春，还是将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民族性合起来谈吧，它们是不可分的。我一直有这样几个问题，希望获得解答。第一，中国文化及民族性的弱点显现在哪些方面？第二，其产生的原因是什么？第三，民族性的劣根性与中国人不能产生民主政治是否有关系？我们如何面对这一问题而使之改变？我有一种体会，认为中国人之所以缺少法治观念，大概也属于民族性的问题。有一位来自台湾，在美国受过教育的朋友，曾对我讲过一段经历。一次，他驱车带他从台湾来的父亲外出游玩，回来时天色已晚，车遇红灯，他就停车。他父亲说，开过去算了，现在四周没车没人，何必等绿灯？这反映了2个观念的不同。按美国的思想，无论何时都该遵守红灯，但中国人认为破坏了它没有影响。中国人缺少法治观念。您刚才又提到中国人难以合作，仅从智商观点，一个中国人可以打败一个外国人，但3个人加起来就完了，这的确是很大的问题。中国人不能合作。博洋，到底是中国文化产生民族性，还是民族性造成如此文化？我看应是互相循环。文化发展的方向有时是非理性的，就像电动玩具，遇到一个微不足道的小沙粒，它就会自动转换。也好像在山上踢石头，你有力量踢石头，但是当它滚下去时，你无法阻止它不滚下去。中国之春，就好像搞文化大革命一样，脚踢下去根本就控制不住了。博洋，所谓文化大革命不过是一场窝里斗。中国之春，你要写丑陋的中国人，就先写丑陋的中国之春吧。中国之春窝里反已经有2次了。博洋，这件事不稀奇，中国人天生不团结。你们中国之春如果没有窝里斗，它就不是中国人搞的。窝里斗的观念如果不改的话，这个民族不但不能强大，而且绝对没有幸福。中国人将永远没有开放的心灵。5000年的历史一直封闭。中国之春，对的，夜郎自大只是表面现象。博洋，中国人内心的复杂
恐怕举世无双。不要说政治问题各有主见，就连几个小流氓在一起，动不动就看不顺眼打起来，心胸狭窄，已经到了可厌的程度。中国之春，美国总统候选人孟戴尔落选后，立刻表示里根是我们的总统，我们庆幸有如此的民主制度。博洋，中国人重视面子问题，所以死不认输，死不认错。凡人都有错，我想只有牲畜没有错。中国人输了，唯一的反应就是诅咒骂大街。要达到孟戴尔的境界，恐怕还要300年。中国之春，是不是中国统治者争权争迷了心窍？博洋，权力可能使人腐化，更可能使人愚蠢，比猪还蠢。那些封建专制法西斯头子，难道真不知道，他们所听到的一片俄语和遍地万岁，只不过是一种噪音，全是假的？绝对权力能伤害神经中枢，使人愚不可及。中国之春，是不是中国人太喜欢政治，永不放弃？博洋，中国人在一起喜欢谈论政治，可是每个人又都怕政治，这是一种神经质的恐惧，对不应该恐惧的恐惧。大家得过且过，自己的权利自己不会掌握，必须让有权的大老爷恩赐一点，才敢接受。中国之春，中国人认识不到自己的权利，这是很大的问题。我对此印象很深。在国内，共产党当权者把很多人无缘无故地给整了，关了。后来另一派当权后，为他平了反，放了他。平反之后，一些人还要感谢共产党，说这是党的英明。我们中国之春有次在洛杉矶开演讲会，一位曾在国内被打成右派分子的访问学者质问中国之春，共产党现在给我平了反，还允许我出国，你们还要求怎么样？面对这种人士，我们能说什么呢？他根本不知道，出国本来就是一个公民应有的权利。他似乎认为，他能出国完全是共产党的恩赐。博洋，奴性养成之后，他自己都无法挣脱。有些华人入了美国籍，竟然不去投票。他没想到，这是保护自己利益的最好办法。一位住在爱荷华的华人朋友，他的孩子被邻居的狗咬了，主人又凶巴巴的。这位朋友认为没有咬伤就算了，后来被孩子的老师知道，就说不可以算了，不能让别人认为亚裔的人可以随便欺辱，一定要提出控诉。结果判决对方赔钱道歉。这件事不是钱的问题，而是权力问题。中国人认为要忍让，这是美德，其实那是长期屈辱的惯性，而用忍让2字来使自己心理平衡，很少中国人敢据理力争。中国之春，那是为什么？博洋，那就是中国人神经质恐惧心理，怕最后吃亏。中国之春，这是不是中国人对自己的一种不诚实？博洋，中国人说空话、大话、假话、谎话、毒话脱口而出，从来不打草稿。我常想，美国有心理医生，中国可能不会有心理医生，因为见心理医生一定要说实话。中国人见了谁都不说实话，明明是屁股疼，他要说耳朵痛；明明是女人不要他，偏偏对医生说是他不要女人。心理医生如何诊治？中国之春有个笑话，中国从前有位军阀在开会时，有人送了一篮香蕉，他不知道先剥皮，于是带着皮吃了，结果其余的人也立刻把香蕉连皮吃了。博洋，这只是摇尾系统的拍马术，如果是现代化的专制封建头子，摇尾系统恐怕立刻就研究出来连皮吃香蕉的伟大哲学基础。在这里加一句，看看中国那些所谓的专家，他们精于此道。好，回到这本书，中国之春。还有林彪曾说，如果不讲假话，就成不了大事。博洋，这真是败坏中国人质量的毒药，把说谎当作可以夸耀的荣誉。中国之春，中国古训云，君若于民，民比于君，有相互作用。博洋，也有报应作用。如果是个人还没太大关系，但是专制封建头子这种做法影响可大了，报应会落到全国人民身上。中国之春，中国人有人情味，美国人没有人情味。博洋，中国人对特定的对象，也就是朋友才有人情味，
对陌生人不但没有人情味儿，有时候简直冷酷残忍，而且一旦发动攻击，毒话如雨后春笋。爱荷华一位华裔女作家接到一封华人的恐吓信，译成英文后，她的美国助理小姐看见，霎时吓得尖叫。女作家的美籍丈夫也认为事态严重，就向 FBI 报案。后来拿给我看，发现他们尖叫的一句是 Hope you will suffer the result. Wish you have no burial place for your body when you die. 翻译过来就是希望你遭报应，死无葬身之地。我立刻就保证，这封信不过是旧式厕所文学，没有特别意义，因为中文原文是死无葬身之地。中国人说毒话说惯了，不过是肌肉的自然反应而已。中国之春，中国农村有种人叫做骂大街的，专门骂人，从接这头骂到接那头。文革中强迫坏人自己打着锣，自己骂自己，我是反革命，我是坏分子。播扬这种自我污蔑，犹如凤姐教奴才自己打自己的脸，伤害自尊，毁灭人格。一个人一个民族如果没有荣耀感，叫什么人，叫什么民族，岂不是一群禽兽？中国之春，中国人喜欢讲大话，喜欢吹牛，没有钓到鱼，还要到市场上买2条回家，说是他钓的，结果买的2条一样大。播扬这次我在爱荷华跟其他国家的作者接触，包括共产国家，如保加利亚、东德等，感到他们可爱，因为他们平时肯讲真话。中国之春，常听到中国人说老美好笨，好容易骗。其实这种说法反映的不是老美笨，而是中国人坏。播扬这种心理愚蠢而且卑劣，把善良当作傻瓜，中国人就被这种人埋葬。想到这里，我觉得满脸羞愧。中国之春，自己没有高尚情操，还不相信别人有高尚情操。播扬一位朋友在爱荷华开了一间很大的酒店，美国人总称赞他很能干，很努力，只有中国人对他妒火中烧。有次我讲演时，有人批评我崇洋。咦，怪了，身为一个现代的中国人，谁不崇洋？否则为什么头发理这样短，太太不缠小脚？有人又批评我侮辱祖先。事实上我是更爱护祖先，才讲实话、真话、直话。中国之春，请您谈谈这种情形如何演变成的。播扬我认为这是由于传统的封建思想造成。此外，国民党和共产党都受苏俄的影响很大，而苏俄又受东正教的影响很大。东正教跟天主教一样，有一种告解制度，这制度引进之后称为坦白检查制度，跟东方的贫穷愚昧结合，遂形成一种强大的封闭力量。中国之春，50年代时，中国大陆曾实施向党交心及忠诚老实运动。当时大家都相信共产党，凡在思想上行为上有过过失的，都向党忠诚地坦白了。共产党起初说得很好听，既往不咎，凡向党坦白了的，今后永不再提。可是党食言了，坦白的材料放在档案里，由人事部门控制着，作为把柄，在以后的运动中把它拿出来，作为整人的材料。如此制度使中国人学乖了，不敢再讲真话。为了保护自己，大家只有说谎。还有一个笑话，文革时很多人要写检查，后来大街上有人挂出牌子代写检查，一般检查5毛，最深刻检查1元。检查就是说违心话，就是说蒙骗自己，蒙骗领导。代写检查就是代为说谎，说谎成了一种生意，还有价钱，说小谎小价，说大谎大价。播扬说谎竟然成为美德生意，真是不可思议。你所说的代写检查是在城市还是在乡下？中国之春都有，很多家长的检查都是由小孩代写的。播扬共产党不管，中国之春不管，连党的干部也要找人代写检查。写检查成了一套公式，先写自己的问题，也就是错误，然后上纲上线。播扬什么是上纲上线？中国之春上纲就是要上到阶级斗争的纲，上得很高。
例如，我拿了你一支笔，演变下去，就成了贪污的资产阶级分子，成了阶级敌人，就会被阶级敌人利用，造成千百人头落地。上线就是上到路线斗争的线，说这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，然后还要挖根源，挖思想根源、家庭根源、社会根源，挖祖宗三代。上级看你自己拼命侮辱自己，才准你检查过关。那时邓小平过了好几次关，他曾向华国锋写了2次。这种情况已经成为一种政治权术的利用，毫无意义，上下欺骗。博洋，这岂不就是鼓励人民恬不知耻？中国之春上纲上线后就放入档案中。共产党讲究辩证法，整人时想要哪方面的材料，就抽出哪方面材料，形成一种高级的统治艺术。我有一种体会，共产党统治30多年，把以往中国人最恶劣的品德通通发扬光大。博洋，有人问文化大革命是否把中国以往文化中黑暗面清洗了？我想可能是把黑暗面的层次更加提升。中国之春，共产党反对什么，什么反而蓬勃，反对白话，结果更多人去看白话的作品。我有这种体会，一个制度和民族性之间能形成交互作用，在恶劣制度下把黑暗面充分发挥，反过来也培植了这种制度。博洋，我们从小听华盛顿砍樱桃树的故事，鼓励诚实，如果因他诚实而打他一顿，以后他就不会诚实了。中国之春，中国人为什么对自己文化的落后面没有感觉？有人认为是因为中国人太穷，在吃饭穿衣都不能满足需要的情况之下，任何寡廉鲜耻的事都做得出来。可是中国一向鼓励大家富贵不能淫，贫贱不能移。博洋，这是人生境界的最高标准，不是每个人都做得到。中国之春，你认为中国民族性优点在哪里？博洋，好比中国人比较重视友情，而外国人之间的关系比较淡薄，他们习惯单独作战。中国人这点比西方要好。问题是，中国人为什么重视友情？因为中国社会需要朋友。俗话说，在家靠父母，出门靠朋友。在家有父母保护，出外就靠朋友保护。而洋人并不需要朋友保护，他有政府保护，所以朋友对他的意义不同。例如，中途车子坏了，美国人就会自动帮忙。中国人若非是朋友，恐怕没人理你。我在爱荷华的朋友，大雪天车子打滑，栽进水沟，2位黑人停车下来，消耗了3-4个小时才把车子拖到路上。他很感激，请他们留下名字，准备回报。2位帮忙的黑人觉得很奇怪，说如果你遇到别人这种情况也会帮忙的。朋友受到很大感动，人情味是要发生在彼此不认识的人之间，那才是真正的人情味。人情味是不分等级，不分亲疏。中国之春，圣经上说你要爱你的仇敌。中国人只对朋友有感情，美国人在平常没有人情味，但在需要帮助时他就会帮助，这可能是受到圣经的影响。博洋，其实他们平常对陌生人说 hello， 这就是人情味。中国人陌生人见面怒目相视。中国之春，外国人平常好像不爱国，但有需要时都出来了。博洋，恰恰相反，中国人平常爱国爱得不像话，每一件事都要爱国，结果把国爱成今天这个样子。我常想，不要再爱国了，或者用剩下的精力先把自己爱好，先把自己的质量提高就够了。自爱就是爱国。中国之春，有人说中国大陆值得骄傲的是原子弹和氢弹。博洋，我认为值得骄傲的应该是人民的幸福，也就是高水平的软件文化。一个乞丐拖着金碗讨饭，跟一个衣暖食饱、受过良好教育的普通人，哪一个值得骄傲？中国之春，中国有些地方人民生活太苦了，例如甘肃，真是又干又素，只见黄土高原一片。比如用水，每家挖一个坑，下雨下雪都存起来，从洗脸、吃水、喂猪，全靠坑中的水，一点不敢浪费。博洋，我痛心的是，中国人为什么没有能力建立一个现代化国家？中国之春，毛泽东有很多错误，国民党
共产党都有很多错误，但他们都是中国人。到底是谁培养了这些人？还不是我们中华民族，否则他们怎么可以长期生存？当然，美国人也有自己的问题。博洋，我们想承担美国目前问题的烦恼还不够资格。最近有一位大学教授，马里兰大学的雪君度，在北京演讲时说，美国的大选都是儿戏。说这种话不是无知便是无耻。刘少奇以元首之尊惨死开封求是，可不是儿戏。有人说美国人浪费金钱，但浪费金钱比浪费人头好。有的人一辈子都不知道哪里有问题，需要提醒。我太太便是我家的警察，她会常提醒我的大嗓门。耶稣钉十字架时说，原谅他们，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。年轻时我认为这是屁话，中年时认为这句话虽有道理，却没力量。现在年纪大了，认为这句话非常沉痛，好像红卫兵，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错事，还以为他们是对的。所以我认为这些话先从海外谈起，再把它传回国内。当然，刚开始时大家无法接受，就如我在爱荷华大学讲演《丑陋的中国人》，有人就批评我没有看过某一本书，所以讲的不对。中国人永远抓不住问题重心，只会和稀泥。中国之春，我们该如何克服我们的弱点？博洋，我常抨击在台湾的中国人太粗野，后来才知道大陆上的中国人更粗野，使人沮丧。我觉得我们先从说话开始，多说谢谢，多说对不起，多说我能不能帮忙。全世界所有的中国城都是藏污纳垢的地方，再看看意大利城，看看日本城，他们的小区清洁整齐，中国人真是无地自容。为什么不先从清洁着手？中国之春，中国文化中难道没有一点民主？博洋，中国当然有民主，你是民，我是主。中国之春，你怎样展望中华民族和整个中国的未来？博洋，这要看我们这些人，普通人民是否都能觉醒，是否知道我们的缺点是什么。这是文化层面，不是政治层面。中国之春，您今天所说的在台湾是不是也可以说？博洋，我说的话人前人后，从官方到民间，从台北到纽约都是一样。如果能去大陆，我也是这个意见。中国之春，中国要建立起一个民主制度，需要改造我们的民族性，需要从酱缸里跳出来。如果多数中国人都不自觉，推动也相当困难。目前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所处奴隶地位，少数人自觉也无能为力。博洋，我们现在就要告诉人民，党在国家之下，人民与政府之间是权利义务的关系。中国之春，共产党以前宣扬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，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，现在又宣传五讲四美三热爱，三热爱中有一条就是热爱共产党。博洋，这是典型的唯心论和法西斯愚民政策。问题是事实上并愚不了民，反而会被民所愚。这种政治手法只能自己玩弄自己。我不相信这种现象能永远套住中国。中国之春，我认为制度与民族性、人性之间有很大的依附关系。改造民族性是长期的过程，并非要等改造好了才去建立民主制度，也可以先建立民主制度，以有利于民族性的改造。博洋，所以我们争一时也争千秋，争千秋也争一时，有千秋的计划，但能改变一点就改变一点。这种压力一旦形成，会有很大的效果，只看我们的努力能否构成压力，能否形成一种非民主不可的潮流。中国之春，中国人太聪明，但中国人的小聪明太多，没有大智慧。美国人看起来笨笨的，但他们却有大智慧。就长远来说，小聪明斗不过大智慧。博洋，中国人太聪明了，聪明的把所有的人都看成白痴。自己从80层高楼跌下来，经过50层窗口外，还在技校里面喝咖啡的夫妇竟然不知道不久就会被咖啡噎死。中国之春，时间不早了，我们先谈到这里。但愿将来有一天能到台湾拜访您，可惜目前我们的杂志还不能在台湾发行。博洋，
欢迎你们到台湾去看看。中国之春，谢谢。原载1985年第6期纽约中国之春杂志。好，感谢你听到这里。今天的读书分享暂时到这里。今天我们读了正视自己的丑陋面这个章节，期待在下一次的读书分享中与你再相逢。